最近的金秀贤真是越扒越有。韩国自媒体呢横竖研究所目前每天公布一张金秀贤与金赛纶的照片。3月11日呢，横竖研究所公布了两人相吻的照片。3月12日呢，公布了金秀贤入伍期间给金赛纶的情书。3月13日公布了两人另外一套亲密照。横竖研究所还宣称，如果金秀贤再胡说八道，下周就直接公布大尺度照片。就比如说金赛纶家里边光腿洗碗的那种。对，是。这使得金秀贤呢不得不出来做一个回应称呢，他与金赛纶的恋情是在2019年，但是网友们不买账。首先，服役期间是在19年以前，为什么会写这么多暧昧的信？其次，亲密照金赛纶穿的衣服也是产于2014年，而金赛纶作为明星不太可能穿这么旧款的衣服。照片中金秀贤的眼镜也是13年粉丝送的，难道一副眼镜能戴6年？并且金秀贤17年入伍时点了脸上的痣，而合照中显然还有这颗痣。横竖研究所宣称手上还有大量两人的照片。目前金秀贤不知什么原因已经出境韩国。他是准备跑路了吗？我觉着是有点我们就静下心来看一看最后的结果。为什么说金秀贤越扒越有呢？崔雪梨、具赫拉和现在的金赛纶3位自杀的韩国女星都与金秀贤有着密切的关系。崔雪梨呢，生前拍的最后一部电影就是《Real》，全裸出镜的那一部Real 的男主是金秀贤，崔雪梨呢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导演的名字叫做李沙朗。这位李沙朗有来头，他是金秀贤的表哥，就是有血缘关系的那一种。Real 的导演原来是李正燮，是韩国 KBS 电视台的正牌导演，也是这部电影的编剧，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拍摄中间突然换成了李沙朗。李沙朗呢，其实没有什么导演经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金秀贤当时的经纪公司 K East 投资了这部电影，李沙朗执导了这部电影，拍摄了崔雪梨的全裸镜头。据说当时崔雪梨非常的不愿意。2019年10月14日，崔雪梨自杀身亡，原因公认为是裸露镜头带来的网暴恶评，让崔雪梨在抑郁中挣扎了很久，最终身亡。后来韩国国会公布了雪梨法案，把这个责任完全推到了网络暴力上。相隔40天之后2019年11月24日下午，崔雪梨的好友具赫拉因抑郁症在家中轻生，原因是来自于前男友的家暴带来的抑郁症。具赫拉的出道经历跟金秀贤神似，经纪公司又是这个大名鼎鼎的 K East， 也就是金秀贤的同门师兄妹。这个 K East 的老板就是裴勇俊，也就是金秀贤和具赫拉的师傅。裴勇俊经常组织旗下女艺人陪酒等等事情这种传闻不绝于耳。后来金秀贤也是学得很彻底。早在2012年的时候金秀贤的经纪人兼高中好友李某也是裴勇俊的手下就因为涉嫌强奸6名女性被法办。在崔雪梨、具赫拉身亡后于2020年，金秀贤离开了 K East， 与自己的表哥李沙朗，也就是刚才说的 Real 的导演，成立了自己的经纪公司 God Metalist， 翻译过来我们就可以叫它金牌公司吧。金秀贤就成为了资本。这个经纪公司第一次签约就是签的金赛纶。现在的结果我们也知道金赛纶也因为抑郁症离开了人世。最近有中国练习生控诉金秀贤的经纪公司金牌组织旗下女艺人陪酒等等。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扒一扒韩国娱乐圈的这几个案例，看看为什么说韩娱是对女星最不安全的地方。我是古言，我是紫薇，欢迎大家收看人微言轻。崔雪梨本名崔真理，1994年3月29日出生，于2019年10月14日轻生，年仅25岁。也是25岁。对，崔雪梨出生于韩国釜山毕业于首尔表演艺术中学，韩国女歌手、演员、主持人。2005年崔雪梨加入了韩国 SM 娱乐有限公司，成为其旗下练习生，开始了为期4年的练习生经历。2009年以演唱组合 FX 成员正式出道。雪梨从小家境困难，上不起幼儿园，所以被母亲送去了艺术培训班。这个幼儿园比艺术培训班要贵吗？在韩国不太清楚应该是贵吧。父母本来就是离婚现在还要长时间的远离父母，这让小雪梨很郁闷。不过可爱的小雪梨很快被 SBS 选中，当了属童谣的童星主演。童星出道又加上偶像出身，这变成了雪梨一生的枷锁。粉丝们对于偶像的要求往往是很严格的，只需要他清纯可爱。但是雪梨又偏偏是一个叛逆的性格。她在纪录片中自述小时候就会把娃娃的头和四肢拧下来，然后全身涂满红色。
他不知道在别人看来这是一种怪异的行为，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喜欢就好。作为爱豆雪梨的事业在慢慢的稳定发展，但是一次官宣恋情成为了他职业的转折。2014年8月19日 ，SM 娱乐确认崔雪梨与大叔崔子正在交往。官宣恋情本来就是偶像的大忌，经纪公司极为不满，何况是长相平平、风评又不太好的崔子。这次官宣让雪梨登上了风口浪尖，粉丝们纷纷表示不能理解。刚刚20岁，正好是拼爱豆事业的年纪，为什么要去谈恋爱？随后脱粉的速度和网络恶评大大超过了雪梨的预期。原本雪梨以为恋爱可以逃离财阀的追求，并且粉丝会祝福幸福的自己，但是事与愿违，抑郁正在雪梨身上疯长。女人不应该大声说话或者意见鲜明，女人不应该谈性，但是男人无所谓。女人需要独立，我们需要更多的为女性发声。这种种种的矛盾的言论在雪梨的脑子里，雪梨直言最不喜欢别人说自己漂亮，漂亮就意味着自己像一个商品一样。自己不喜欢穿内衣，因为不健康，于是他就拍摄了各种各样奇怪的照片，这跟人们心中完美的偶像渐行渐远。经过长时间的公司的打压和自我压抑，雪梨再也绷不住了。2015年，做了7年爱豆的雪梨宣布退团，组合有其他4人继续活动，而这也为他招来了更多的骂声。因为和崔子的交往，于是这次退团也被很多人说成恋爱脑，为了恋爱不要事业，粉丝们也说他作自私，在团队上升期离开不负责任。2017年崔子因为承受不了跟雪梨在一起的压力，选择了分手。同年雪梨自认为迎来了自己的机会，与金秀贤主演的犯罪动作电影《Real》，这算是一部偏文艺的19禁电影。雪梨认为自己要脱离爱豆的框架，重新树立起事业型女性的形象，就要多接这一类的电影。但是没想到的是这一部电影成为了雪梨整个人生的转折点。本来雪梨接这部电影的时候导演还是李正燮，电影也算是一部正常的犯罪电影，里边并没有任何的性暗示。但是在拍摄途中导演突然换成了李莎朗，雪梨也被要求全裸出镜，为的是电影多一点点卖点。金秀贤也劝说他说我自己也是偶像，我自己也是全裸，咱俩都一样。这一度导致崔雪梨情绪崩溃，因为雪梨清楚的知道，在韩国对男人和女人的评价是2套体系。但是雪梨从小就是在镜头下长大的，秉持着职业精神，还是答应了拍摄要求，并且全程不用替身。其实这里重点不是全不全裸的问题，这个大家其实都有前车之鉴的重点是他当时是不自愿的。对，在电影上映后就引起了轩然大波。韩国电影史上还是第一次有女爱豆愿意全裸出镜，这让雪梨遭受了更多的网暴和调侃。但是虽然噱头十足李莎朗还是第一次执导大片，电影质量让人诟病，评分也仅仅只有4.8分。金秀贤与雪梨押上重磅的转型之作，就这样无疾而终。出席发布会时金秀贤为了不让雪梨随便说话，还在暗讽崔雪梨，让她正常一点。要知道那段时间崔雪梨正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这部电影无疑带给她更大的精神压力。事业与爱情的双重失败直接压垮了雪梨。从那以后雪梨就变得疯疯癫癫，经常在 ins 上发布一些断头娃娃以及烤鳗鱼这类不知所谓的照片。自己爱好的美术也变成了随手涂鸦的画画。在一次直播时一位男粉丝拿着手机拍他，雪梨看到后吓得抱头钻进了桌底。很难想象他究竟经历了什么才变得如此恐慌和脆弱。就算如此，善良的雪梨也从来没有抱怨过网暴他的网友，他只是认为人们不了解他，所以才对他恶语相向。2019年10月14日，不堪困扰的崔雪梨在京畿道城南市的家中被发现身亡，年仅25岁。随后奈飞拍摄的雪梨生前纪录片完整版上映。纪录片中采访了几位网暴雪梨的网友，有人大言不惭地说我认为雪梨应该比男人更加坚强。有人说过去的事情为什么要追究？有人说如果觉得被网暴就应该退出娱乐圈。听起来理由一个比一个冠冕堂皇。退圈有用的话，网暴还会死人吗？从阮玲玉到金赛纶快100年了，对，有改变吗？你看，比如说阮玲玉自杀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第1台电脑问世呢，对，也不耽误有些人渣吧，利用人言可畏逼死他。键盘侠伤人的从来不是键盘。对，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与雪梨的习惯相反，凡事都是将责任推给别人。
崔雪梨的离世呢，让韩国社会再次反思网络恶评问题，并有意推出了雪梨法案，打击恶评文化，其中包括了引入网络留言实名制，但结果显而易见啊，仍然是失败收场。如果我觉得划分责任的话啊，网暴崔雪梨的网友占据了一部分责任，而明明知道韩国社会对男女评价体系不一的资本财阀们，其中就包括了金秀贤和李莎了，仍然要求崔雪梨出演一些不合时宜的作品，占据了另外一部分责任。我们不能说总是人离世之后全世界才来爱他，曾经崔雪梨恳求记者们对他好一点，多写一点正面的评价，但是结果呢却不如人意。希望来生不要再做崔雪梨了，做回原来的崔真理吧。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崔真实的？对，也是一个韩国女演员，对，也是自杀了。是的。具赫拉1991年1月13日出生于韩国光州，2019年11月24日身亡于首尔江南区，年仅28岁，韩国女歌手、演员、模特、主持人，女子演唱组合 Kara 的成员。具赫拉呢，出生在韩国光州广域市一个普通的家庭，她的父母呢，因为感情不和，时有争吵。具赫拉去世后公开的日记显示，在她很小的时候，每次母亲带着她出去，就是跟不同的男人外遇。到了具赫拉9岁那年啊，她的母亲毫无缘由地抛弃了她和她哥哥。此后近20年，具赫拉的母亲不仅再也没有出现过，而且也没有承担过一对儿女1分钱的抚养费。而她的父亲也是扔下了2个孩子，常年不回家，所以从9岁开始，具赫拉就和她年长2岁的哥哥相依为命。还没有到15岁，为了生存啊，具赫拉就开始不间断地参加各类韩国选秀节目。在接连被 SM 和 JYP 2大经纪公司拒之门外后，2008年17岁的具赫拉终于成功被 DSP 公司选为训练生。此时的具赫拉大概是人生中最幸运的时刻，刚进入公司不久，他就被公司的领导重用，以替补队员的身份加入偶像女子组合 Kara。随后呢，具赫拉像是被上天眷顾的宠儿一样，成为了组合中最红的成员。在当时的韩国竞争激烈的2代女团中，Kara 不仅在韩国爆红，在日本啊更成为最火的韩国女团。而具赫拉呢，也毫无争议成为顶流中的顶流。2016年，具赫拉与 DSP 公司结束合约后啊，加入裴勇俊的 K-EAST 公司，成为金秀贤的同门师兄妹。这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他的好运开始急转直下，厄运也接踵而至。离开 DSP 公司的掌控之后啊，具赫拉逐渐开始放飞自我，他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谁知道这场恋爱呢，却让他的生命开始进入了倒计时。他的前男友啊，名叫崔中宪，是一名理发师。此人呢，控制欲极强，只要具赫拉与男性友人有任何联系啊，崔中宪就对他进行辱骂和殴打。这种不正常的男女关系令具赫拉十分痛苦，她多次想要分手，可是男友不同意，以至于具赫拉呢，甚至做出过服药自杀的举动。所幸工作人员啊发现及时，具赫拉才从死亡的边缘被救了回来。但是崔中宪呢，此时却恶人先告状，他在社交平台啊控诉具赫拉对其进行家暴，并公布了一系列所谓的证据。此时呢，尚不明白真相的网民立马调转风头，各种语言攻击、辱骂具赫拉。直到具赫拉公开了被崔中宪家暴受伤的照片，以及子宫出血、小腿挫伤等等一系列受伤的证据后，网友才对具赫拉的声讨有所缓解。可是，就当人们认为具赫拉会毫不留情地撕开崔中宪的虚伪的面具时具赫拉却表示愿意私下和崔中宪和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具赫拉愿意原谅渣男的所作所为呢？网友们一致认为是具赫拉心虚，所以他才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过多久呢，网络就流传出具赫拉在电梯内被崔中宪殴打，并且向男友下跪的视频。原来崔中宪偷偷拍摄了2人的亲密视频，以此来要挟具赫拉。真相大白后20万韩国网友联合请愿，要求惩处崔中宪。可是调查取证的过程无疑又让具赫拉陷入了另外一种无法言说的痛苦中。更加致命的是，当具赫拉将自己的隐私完全公之于众后，崔中宪却只以财物损伤、伤害、威胁、胁迫4项罪名被判有期徒刑1年半，而且还缓刑了3年，就是相当于不用坐牢最严重的是偷拍亲密视频行为，被法官认为是情侣之间的私事，而且具赫拉没有反抗，所以罪名不成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具赫拉与崔中宪的官司刚结束，韩国又爆出了胜利案事件。而具赫拉呢，因为与胜利是校友，且向来关系亲密，所以舆论又一次向具赫拉波及。根据英国纪录片曝光信息赫拉为李胜利案提供了关键的线索。当时记者忙着推动调查
在李胜利夜店发生的多起女性受害案件，发现他们背后有人，而且大概率是一个内部的高层，一直用自身的势力影响着案件进度。记者想要通过舆论施压进行抵抗，但是苦于无法得知这位背后高层的具体身份，调查陷入了僵局。同样被偷拍过的具赫拉呢，下定决心要帮助记者。他跟涉案男星崔中旭打了电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崔中旭弃暗投明。崔中旭呢，最终对具赫拉说出了那位背后高层的名字。具赫拉呢，把信息提供给了记者，记者在黄金48小时内做出了曝光，彻底点燃了舆论。最后呢，看似轰轰烈烈的调查，背后高层毫发无伤，又是弃卒保帅的韩语老套路。李胜利认罪了整整9个罪名，只判了1年半，甚至还提前出狱。郑俊英、崔中迅认罪了刑期一减再减，还获得了缓刑。而参与调查案件的记者常年遭受外界攻击，流产了2次，一直没有孩子。到了2019年6月，具赫拉听从 K-EAST 的公司的安排宣布重新开始在日本的演出工作。可谁知他回归的第一场表演呢，就因为服装突然滑落遭遇了演出事故。生活事业皆不顺的同时具赫拉的闺蜜崔雪梨在2019年10月14日自杀身亡，年仅25岁。在接二连三的打击和好友离世的影响下，2019年11月24日，28岁的具赫拉在家中自杀身亡。2020年1月，具赫拉去世2个月后她的遗物被盗，其中包括了她生前重要的资料和她使用过的手机等等。资料中可能有李胜利案和背后高层的故事，所以具赫拉的死亡原因一直受人争议。因为5年了具赫拉被盗的资料一直都没有找到，警方呢以证据不足，也找不到盗窃者，不知什么原因呢 K-EAST 的公司并没有保护具赫拉，而是放任事情一件件的发生。在具赫拉去世之后，他消失近20年的母亲因为女儿的巨额遗产而现身了。在举行具赫拉追悼会的当日具赫拉的母亲打扮得光鲜亮丽出现在追悼会的现场。她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争夺具赫拉生前留下的50亿韩元，也就是接近3000万人民币的遗产。更加令人气愤的是这位母亲不仅对女儿的去世毫无反应，而且还和前来悼念具赫拉的圈内明星索要合照。出于对亡者的尊重明星们都拒绝了具赫拉母亲的要求。之后呢，他们得知这是具赫拉母亲的时候，都表示无法理解她的行为。后来有记者追问具赫拉母亲是否为了争夺遗产才出现时，她一句话也没有说，便逃跑离开了。面对母亲的贪婪，具赫拉的哥哥公开表态，很可悲，那个人呢，就是我们的母亲。同时他表示会尽最大的努力守护住妹妹的遗产。但是事与愿违，因为具赫拉单身未婚且没有立下任何遗嘱，根据韩国的法律他的父母会作为遗产第一顺位继承人，各自分得具赫拉50%的遗产。而具赫拉的父亲呢，因为心怀愧疚，所以他自愿放弃对女儿的遗产继承权。经过家族讨论，最终父亲的这一部分遗产赠予给了具赫拉的哥哥。但具赫拉的母亲态度坚决，要争夺另外50%的遗产，也就是25亿韩元，约合1500万人民币。调解无效后具赫拉的哥哥向韩国国会请愿，他申请希望能禁止未尽到抚养义务的父母或者是儿女财产继承权。这项名为具赫拉法案的提案，很短的时间内便得到了10万韩国网友的支持。可是经过韩国20届国会的讨论，最终具赫拉法案不予通过。面对这种结果呢，具赫拉的哥哥声泪俱下的在记者会表示，对于我们兄妹来说，妈妈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人。因为母亲的关系呢，妹妹遭受了很多的痛苦，她经历了非常多的不幸。一个从未抚养过我们的人，却突然在妹妹的葬礼上来争夺遗产。我会继续坚定地推进具赫拉法案，希望21届国会可以通过这项法案。如今具赫拉的哥哥呢，坚持终于有了理想的结果。2021年，韩国21届国会通过了具赫拉法的提案，而具赫拉也成为影响韩国法律的一位女爱豆。具赫拉的死亡一是和父母的亲情缺失有关，二是和前男友的家暴行为有关，三是网友的网暴，四是李胜利案背后的故事，五是好友崔雪梨的离世，六是经纪公司的不作为。这是一位悲惨的女孩，她经历了所有的人间悲剧，离世时却仅仅28岁。具赫拉自杀前在 ins 下留下最后一条信息是晚安，并且配上了一张即将睡觉的照片。之前他也更新过许多消极的话，一句话能救人也能杀人，如果知道语言的力量，就应该好好相信自己要说出的话。
很痛要假装不痛，很累要假装不累。但是最可悲的是，即使有这样多的女生去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吧，其实相似的悲剧啊、历史啊，都一直在上演。对，假如他们没有选择离开哈，而是直接放出更多的证据啊，对吧？然后那么媒体和舆论还会像现在这样支持他们吗？我觉得不会，他们会再次被这个世界的恶意淹没。就是他们从事发到离世也不是没有尝试过自救，但是结果呢？就是东亚社会对于女人的这个道德要求啊，真的远高于男人。尤其我觉得韩国的这个娱乐圈是尤其表现的严重的。韩国的主流媒体啊，比方说中央日报啊，还有那个 KBS 电视台等等，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报道过金秀贤的事。其实他们不是没有尝试过说出真相，但是每次都是这样三件套啊。首先就是质疑你的动机啊，你为什么这时候说出来啊？你是不是蹭热度啊？你是不是要毁了那个男生啊？对吧？然后利用不完美受害人的这个概念，强调，哎，你也不是什么好鸟啊，你也不是什么好人呀，质疑你指控的真实性，最后就是最典型的荡妇羞辱啊，或者是把对方塑造成一个疯女人，精神有问题的，情绪不稳定的，再次的降低他们的可信度。毕竟我感觉像韩国娱乐产业这样高度资本化的这种男明星的价值，可能真的是高于女明星，所以弃车保帅基本就是常规操作吧。有很多网友认为，哎呀，这些女孩应该向刘晓庆学习啊，内心要更强大一些啊。但是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吧，这就有点像我不考清华北大是我不想，还是我不喜欢，还是我不够努力呢？对吧？就有些事情他是做不到的。对于已经发生的悲剧吧，我觉得我们只能去警醒自己啊，警示大家，但是不能要求别人。韩国是一个有特色的国家，因为他们的高危职业是明星和总统。从2005年到如今啊，自杀的韩国明星超过30位，而韩国的总统们入狱流亡自杀。我们经常会感叹韩国的影视剧敢于拍摄社会的阴暗面，或许正是因为艺术源自于生活。其中更令人唏嘘的是，无法无天却又无可奈何。鉴于韩国的体制，财阀们才是国家背后真正的主人。要想改变，或许得从根儿上才可以。裴勇俊、金秀贤、李胜利都在努力地成为资本财阀，或许只有这样才能掌控别人的命运，甚至国家的命运。明星再多钱呢，却没有一个通畅的人生，时刻面临着非言非语，遭受网民苛责挑剔的评论。对于一个孤独的灵魂啊，不可谓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压垮具赫拉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许正是心灵上的孤独感，没有可以沟通的对象。整个韩国社会呢，也是一种冷漠的现实主义色彩，让这颗孤独的灵魂再也没有半点留念的欲望。我是古燕，我是紫薇，感谢大家收看人微言轻。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请订阅、转发、点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